飞了2个多小时，来到了这边，知道是哪里吗？成都啊！来到成都是因为前段时间重新看了一遍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第1季第1集，介绍的第1款食物就是松茸，而现在正好就是松茸采收的季节。而我呢也联络好了阿坝州那边的一个负责人，采收地的负责人。稍后的时间，我要跟着山民上山去采摘野生的松茸。如果采摘下来看到真的是好的话，那当然要介绍给你们了，对不对？出发。早上的10点多，我们离开了成都市区，已经有1个多2个小时了，但是已经很快就能看到身后的这一片的美景了，去到神仙的福地了，可能要，因为只有我们这样的一路深入到深山，一路往上走的时候，才能遇见我们传说当中的松茸。看一看手机上面显示的，我们的海拔是越来越高。那么究竟我们一会儿去到能不能遇到传说当中的松茸呢？很期待。现在我们又要停车了，停车的原因是前面好多晒黑了的曾老板拦住路中间，我尝试跟他们沟通一下，看能不能把他们说服。抱歉，四川的猪听不懂广东猪的口音。海拔已经3000多了，刚才有点高反。现在头有点不舒服，加上外面下雨，我把我能穿的所有衣服都穿上了，还是有点冷。为什么我们出来采松茸天才下雨？难道连天也不喜欢我们？现在找个地方准备打道回府住下来。今晚要早睡，是因为明早要一早真的要上山看看运气好不好，看能不能遇到松茸。早上的5点0几分的状态，所在的位置是四川阿坝州的一个叫做蒙古村的附近，约了一位当地的朋友，稍后的时间，真正要披星戴月的上山去找我们一直寻觅的松茸，但是一再跟我说找不找得到要看运气，而且还要一直往上，去到海拔3000米以上才会有机会遇得到。祝我们好运！来了，准备上车。早，村长。好，走。平时要去采松茸也是这么早的，是吧？我们几乎也是这么早的。为什么呢？晚一点不行吗？他怕的是白人比他早嘛。明白。哎，大家都赶早。对。早吃的鸟儿有虫吃。对。明白。先上车。我们这个就是最近的，最近的了，这个还是。有些时候转一天才找几朵，就有些。咱找几颗一天才？哎。靠运气，还有你要分析得到地方。像我们呢，就已经走过20、30年的松茸，我们就晓得在哪里生，哪里地方生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去。但是呢，我们也晓得在那个地方生，也不一定有生哦呀，就那种。所以阿姨的意思就是说，松茸这个东西，你要找到它，要采到它，也要有经验，也要看运气。阿姨采了20、30年了，也不敢拍胸脯说一定就有，怎么样？啊，就是嘛。看到没有，70多岁老人家，比我们这种，我不想说话了，我好自卑。现在没事，走。
没有路。广州话说没路啊。沿途它这些泥地很湿，很滑，每一步那个脚都是往下滑着走。旁边就是这样子一个断娘娘的感觉。脚如果抓不稳的话，真的就是我最后一期的了。别摔下来！随着。还有他出丑的画面。奶奶你别动，我的不动。松鼠在这里。全舰需要就把机器扔掉啊！扔机器要保自己人的安全。这有一道栏，还有2座。刚才是阿姨你找到的，这个是。我那个过程我还在下面，我没爬上来，就是这样一颗。很难找到。怎么个挖法？要你来示范一下。直接在不得行，手上有毒。它第2年就不得生。哦。必须要用这种木钩钩。木钩钩。哦呀，就必须要这种做啊。现就这个样子，哦呀，就变。往根往深了吗？哦呀，这种。好大。挖出来了，你就这个洞，你必须要这个样子。埋回去。第2年它有生。就是它还能长是吧？它在那里繁衍了下一代。明白了。I'm the king of the master king。松茸长起来基本上在海拔2700以上到3000以下才有松茸，除了其他海拔就基本上没得了。还需要分地势、朝阳光啊，还有有松树啊，还有青冈林，还有崖上才有。松茸可能目前在整个可能我估计啊，在我这边看过新闻，没得人工养殖可能不得行。如果我们这个蒙古村呢，跟到213国道线有几公里，所以就人又少，环境又好，你看省力又快。它这是如果跟到国道线太近了，就可能这种空气污染嘛啥，它还不得生的了。前几年松茸卖的出口到日本的时候，好多客商主要大部分，客商的主力安置在我们这蒙古村。没有，奶奶70多岁了才上走的，腾腾比我们都快。这个呢就是酥油炒的松茸，炒的时候闻起来已经非常香。不愧是我这么辛苦去找回来的松茸，很爽的那种口感，嘎吱嘎吱那种口感就出来了，嚼到很彻底。你把那个酥油的味道吮吸完之后，松茸的本身的味道就来了。一种香，一种新鲜的鲜味儿，而这种新鲜它跟河海鲜那种不是同一回事，一点点木头的鲜味儿，很难理解，对不对？但是简而单之的一句话就是，从来没有吃过这种食品，也没有任何一种食材给到我松茸这样的感觉，很过瘾的日式体验，很棒很棒。要跟主任聊2句了，想问一下，就是说还有什么别的吃法？还可以做凉拌，还可以炖鸡。炖鸡汤好。广东人喜欢炖汤。还有面里头下面。下面里面。做的。有人呢就说很流行一种吃法，说是
松茸撕开之后蘸酱油、蘸芥末吃，哦，那个最好嘛，那个也是好的，最好，那个也是好的。原汁原味。就这个东西吃了就有什么好呢？抗癌，抗癌，啊抗癌症，明白了啊。男的吃有什么好？补身体嘛，补身体，补肾，补肾，对肾好的东西。哦，那好，那不错。女的吃呢？女的吃那就效果就多了。多了，我也还说不完。能漂亮一点吗？女孩子吃这个？那个吃的越多越漂亮嘛。真的假的？这个东西它不可能说每个人想吃都是打个飞的过来的。它最久能放多久？保鲜能多久？一般保鲜5至7天。越鲜越好的。越鲜越好。好了，那其实这次我来到成都，来到阿坝州这边呢，还是有一个任务，就是要把好东西介绍给没有来过或者没有吃过的这些朋友。除了是每个人都打飞的来这边吃以外，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让大家能吃到好的松茸？首先，老百姓采集过程呢，就是主要是拿给中间商，他中间商就有专业的那种运输，还有专业的那个包装，还有冰袋，他就有最好的现在的包选方式，有最快的时间，他就出逼到成都。就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方法，有流程。方法。既然如此，就要跟我们的中间商沟通一下，看能不能达成一个共识，有点小合作，把最好的东西给到我们所有品城记的粉丝。黄总想请教一下你，我们昨天在村民那里、山民那里，跟他们说货收上来了，都是交到你们公司、交你们工厂这边，把山民们的货收上来了，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动作呢？因为好像不用做什么吧。松茸呢，它是这样，就现在可能大部分的消费者呢有一个误区或者是盲点，就说我们认为这个松茸哈，就说你们采摘的松茸，并不是所有的松茸都是鲜松茸。哦，这样子的。对，按我们来说的话，我们大概要经过25个工序，通过挑选、整理、包装、保鲜，各种处理，才能成为真正的鲜松茸。会按照松茸的形状，按照松茸的这个完整度和鲜度分成不同的这个等级。精选呢，实际上就要选它的鲜度。如果按照我们现在收的货来看100根鲜松茸里100根只有30根鲜松茸，30%。精选完以后呢，我们还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，什么呢？我们叫经济勘测。冻库才能保住它的鲜度。它的温度需要2到5度，比较冷。对，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特制的这个保温盒。这是个特制的大冰袋，这个冰袋呢是比常规的冰袋要大很多的。通过我们的画面，通过我们的介绍，想必大家对松茸的了解已经足够多了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它真的是很具有营养价值，提高免疫力，各种好吃又补身的东西。你想吃到它有2种方法，要不然打飞的过来成都吃，要不然在我们家的商城购买就好了。方法非常简单，去到淘宝上搜索一下“品城记吃货大本营”，又或者是在微信上面按我们的买，就可以买到这么正点的鲜松茸了。